Hello， 大家，我現在來到了台南的新市。一說到新市，肯定大家都會想到南科嘛。但其實新市也有很多的吃的。我去逛了一圈，我發現新市不僅有很多傳統的小吃，它選擇非常的多元，還有很多新式的小吃。那今天這一期影片，我會整理出幾家我覺得還不錯的美食分享給大家，還有一些新市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的景點。那這一集，不管你是新市人、南科人，還是生活在大台南地區的人，應該都可以用得到吧？那我們開始吧 ，Let's go！ 新市位於台南的西南方，西邊是安定，東邊是三上，南邊是永康和新華，北邊則是善化。在南科進駐之前，新市是以毛豆和白蓮霧聞名的傳統小鎮。現在的新市新舊並蓄，也讓這裡的味蕾選擇變得豐富。特別是走出新市火車站，空氣中飄散的味道，貌似多了一些新香料的層次。泰國料理，您不會看到這裡就要轉台了吧？因為之前我發越南河粉發的太多了，然後就有觀眾留言跟我說，他說，我發現你最近 PO 的一些吃的好像都不對我的胃口。我說那我改正以後，我發一點其他的，就不再發那麼多的越南河粉。結果沒辦法，真的沒辦法，我太喜歡東南亞料理了。到了，就是這家靜美泰式料理。進店後才被告知，現在不能內用了。沒關係，閉門羹吃多了，早已有兩手準備。不過還是想問一下有吃過的朋友，歡迎留言告訴我好不好吃。既然泰式料理吃了閉門羹，那不得不再次選擇越南河粉。三連牛肉河粉比較特別的是，可以選擇加牛肉丸子，小份140，大份160。牛肉是生牛肉，老闆會把河粉燙好，再把生牛肉鋪在上面，一大勺熱湯淋下去，生猛的鮮紅瞬間變色，吃起來會感覺得到筋的存在，是需要咀嚼一下的。這樣的口感就看個人喜好了。湯頭比較濃郁，河粉 Q 彈，牛肉丸吃起來很扎實有勁，肉味比較重，這個也是看個人喜好。店裡面有冷氣，座位寬敞，檸檬和辣椒隨意加，夏天來用餐不用怕吃得滿頭大汗。我覺得他們家算是中規中矩，因為夏天到了沒什麼胃口嘛。如果你有路過這裡，它可以是作為你吃東西的一個選擇。那大家都知道，我真的很喜歡吃越南河粉。如果你們有推薦的，我沒有去拍過的，沒有去吃過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我目前覺得我心目當中的越南河粉，一個是鹿竹的那家下龍灣，然後還有是林邊的那家，他那家很特別。那還有其他的，歡迎推薦給我。我現在去往下一個地方。到台南總不能錯過牛肉湯吧，而且是離善化這麼近的新化，自然不用擔心肉的新鮮程度。新化的人氣名店阿牛仔牛肉湯，環境乾淨，位置寬敞，老闆熱情，肉燥飯還能吃到飽。菜上齊了，我們點了一個芥蘭炒牛雜，一個芥蘭炒牛肉，一碗牛肉湯。本來還點了一個炒青菜，然後老闆說我們青菜類的點的太多了，怕我们吃不完，所以就幫我們刪掉了，所以就1、2、3。然後這個大補是老闆送的。現在先來喝一口湯，哇，這個湯好清甜哦。新鮮的溫體牛蓋上一層滾燙的高湯，當肉質慢慢呈現粉紅色時，口感是最為鮮嫩和鮮甜的。隨着浸泡時間的變長，肉質會由粉紅色變為灰色，口感也會變得比較有嚼勁。牛肉的厚度切得很剛好，然後你吃到嘴巴裡，它的厚度讓你覺得很有滿足感。湯底是以牛大骨熬煮的，甘甜自然也很溫潤，淡淡的甜味在尾韻中輕輕飄出。多喝幾口後，馬上反應過來是米酒的甜。我知道它這個回甜是米酒的那種回甜。不用。清湯本來就是免費的嗎？還是？對啊。哦，所以可以免費加湯哈。對。哦，了解。哦。大火快炒的牛肉和牛雜被高溫激發出鹹鮮味，
芥藍的清甜爽脆，又剛好平衡了牛肉和醬汁的濃厚。芥藍炒牛肉是超級下飯的那種，怪不得想一碗接一碗的吃法。先到這裡來給大家總結一下阿牛仔牛肉湯，我覺得他們家真的不錯，老闆也很健談。我們桌上那個大骨肉嘛，我有問老闆，老闆說他們是熬湯用的，如果每天用不完，都會分給當天來吃的顧客。老闆說不要叫他老闆，要叫他阿姨。然後阿姨有說一個小秘密，就如果要吃他們家的話，是晚餐時間的話，7點鐘之前打電話預定，因為那個時候有一批新鮮的牛肉會送過來，快的話10分鐘就賣完了，慢的話可能半個小時。然後那個牛肉還有給我看影片，因為我去的時間不對，然後還有給我看的是影片，影片當中那個牛肉還有在跳舞，超級新鮮。它那個牛肉吃起來跟我們一般的就是過了一陣子的那種牛肉吃起來是口感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把這個小秘密告訴給大家。大家如果要去吃的話，一定記得提前打電話，不要叫老闆，要叫阿姨。那去下一家嘍。刚刚那一段路叫獅子漫步，還蠻有意境的。這個時候出來，你看花都開了，還有花旗木開得正豔的時候，好漂亮啊！賞心悅目，走在路上。我現在走在這邊，很像新市一個很新的社區，旁邊的透天。然後這邊有一家很有名的意大利麵，我在 Google 上看到它有3000多條評論，評分高達4.8顆星，要去吃吃看。我是單點了一個奶香麻辣意大利麵，還有一個香菇燉飯。這邊是有套餐可以選擇的，肯定套餐要划算很多，可是我吃不了那麼多，就想嘗一嘗意大利麵和燉飯。剛剛店員有介紹說，這個麻辣奶香是他們這邊的特色，就點的人會比較多一點。这個好好吃哦！我覺得燉飯的好吃是在於口感和味道都很豐富，米粒不會軟爛，反而是在咀嚼之中明顯感受到米粒的飽滿。米粒表面又裹着一層薄薄的奶油，和黑松露一起吃起來很豐潤。這家店的意大利麵和燉飯兩樣，相較於來說，我覺得燉飯更驚豔一點。意大利麵的話有2隻這麼大的蝦。直接拿手給大家看，還有一些雞肉，然後他們家分量都還蠻足的，價格也不是特別的貴。然後這邊的話有冷氣，環境也很好，周圍有停車場，然後停車也是好停。但是如果不停車場的話，就沒有那麼的好停，就路邊停車位沒有那麼的多。然後我覺得這裡可以作為，就是你想休息一下，不想去人擠人啊，不想去其他地方曬太陽，這裡面我覺得是又可以吹冷氣，然後又可以吃東西，還有一些飲料、這些甜點這些可以來吃，那 CP 值蠻高的，周圍環境也很好，是那種比較新式一點的小區。吃完飯出來，這裡就是一個公園，可以運動一下。现在要走去新市的民权路，我在這裡搜到有一家牛肉麵，據說它有一個很有特色的番茄乾拌牛肉麵，要去吃吃看。一個紅燒牛肉麵小份，還要一個番茄牛肉麵，看一下菜單。前面吃了牛肉河粉和牛肉湯後，你們怎麼也想不到還有一家牛肉麵在等着我吧？我是這樣想的，前面的牛肉是屬於原汁清甜派，接下來的牛肉麵是屬於濃郁醇厚派。
雖然都是牛肉，但按照味覺上來說是不一樣的。暫且就跟着我吃吃看咯。這背景音樂好大派，有番茄，後面有一個索隆陪我吃飯。這個番茄是有一點番茄醬和真實的番茄，有紅蘿蔔，還有一點蒜酥擺在那邊。麵條微微捲曲，看着像手工面。因為有一點番茄醬嘛，所以它這個味道還蠻濃郁的。再來嘗一下紅燒牛肉麵。回味的時候會有一點點中藥的味道跑出來，然後要給分的話，我覺得它的味道可以到85分。其實我吃之前有在網絡上去搜一下，大家都說他們家的價格不算太便宜，確實他們家的 CP 值不算很高。我們點的是2個小份，一份是2個小碗，一碗是150塊錢，但吃了過後你會覺得它的其實東西是好吃的。當时我給了它85分嘛，85分是給味道，80分給它的分量，然後90分給它的食材。它味道算是好吃，但是偏中规中矩。然後湯頭是介于清淡和濃郁之間，帶一點點的微辣，那種辣椒不算辣口，只是提味道的，和後面有一點中藥的回味在。如果是吃慣紅燒牛肉麵，突然要來吃番茄乾拌牛肉麵的話，可能這個味道需要適應一下，因為攝影師是這樣給我反饋的。但對於我來說，番茄牛肉乾拌麵，我覺得這個味道是好吃的，但是它的番茄醬，說實話稍微有一點點的甜，但是蒜酥的加入又綜合掉了那種甜和酸，我覺得蒜酥的加入才是比較靈魂所在。那這一家的話，它有冷氣，裡面的環境也比較寬敞，比較乾淨，那就推薦給大家了。我們去下一家。来到新市，大家肯定會疑問說，新市除了吃的還有什麼景點嗎？肯定是有的。新市最大的景點應該就是我身後的這個史前博物館。史前博物館建在新市，不是當時一說腦袋一拍就說哦，這個博物館我要建在新市，而是因為當時在這邊意外發現了很多史前文明，所以才把這個博物館建在這邊的。這個博物館它從外觀開始就是很有看頭的一個博物館。走吧，我們看一下5000多年前的新市這個地方發現了一些什麼。博物館是80塊錢一個人，參觀順序是從上往下，從古到今，也就是從4樓開始參觀，一層一層剖開探索過去。我現在在第4層，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想要介紹給大家。它這裡是所有地層的風景，它把它做成了真的就是地層那種發現，一層一層的。然後最下面是琉球子文化，中間是大湖，然後鳥松，然後是清朝的一些大家生活的一些狀況。我發現從琉球子文化開始，好像就是有養狗了。這裡有一隻小小的狗在那邊。館裡面每一層之間沒有急速的電梯，而是一條時間的長廊。長廊牆上的小窗折過來的光影，很像《星際效應》裡面的高維空間視角，有種跨越時空的重疊感。慢慢來到第3層，敘事也在慢慢展開。這個館裡面的場景做得好逼真哦，然後這棵榕樹好像真的喲，上面天空暗暗的嘛，一隻鷹，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到模仿的那種鳥的叫聲。它好像真的喲，這邊是他的家長，大家在分食物，割稻草。這是以前的魚鈎，這樣子的，然後它在魚的嘴巴裡會是這樣子。看到了一個很漂亮的地方，這裡黃色天井，還有一棵樹。這裡拍照應該很好看吧？你們看這上面，哦。
第3層除了在講古人的生活故事，還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復原了人骨和動物的面貌。再往下，第2層就是蘭科考古館有別於其他博物館的地方了，還有一個考古直播，透過透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工作人員正在清理和修復古文物的過程。這樣一圈走完大概1個多小時，我是覺得還是很值得來走走看看的。周圍還有樹谷生活科學館，時間充裕的話可以一起去走走看。旁邊就是蘭科的產業園區嘛，然後有一種你人類不斷的在進步，不斷的去發展一些新的技術，但是當時間拉長過後，幾千年過後，這些技術、這些發展的文明放在這個博物館裡面，也不過是小小的一塊。在回去市區的路上會經過台一線，在這條路上有一間很隱秘的咖啡店，很適合放鬆、聊天、喝點東西。外有大太陽，內有咖啡香，走吧。这家咖啡廳叫放錯咖啡，它是位於省道旁邊，我覺得是可以作為大家路途當中放鬆休息、喝杯咖啡、吃個甜點的一個地方。我點的這一杯是阿芙加朵，也叫阿芙奇朵嘛，它裡面是香草冰淇淋，這個是濃縮咖啡液，然後它這樣是淋下去的，就成了這樣一杯。我覺得這個是很適合覺得咖啡苦又覺得冰淇淋太甜，這樣搭配起來就很合適。這一杯110塊台幣，便宜多了，便宜是比什麼便宜？比星巴克便宜多了。我記得以前我在重慶的時候，喜歡去星巴克點一杯這個嘛，好像是50幾塊人民幣。我是不喜歡一次性加完，我喜歡留一點點，因為吃到後面冰淇淋融化過後會有一點甜嘛，這樣再加進來就會剛剛好。再來吃一下我的千層蛋糕，原味千層，它中間是奶油，奶油比較醇厚，然後淋了一些巧克力醬。這個葉子是老闆自己摘的薄荷，剛剛我看到他從那個薄荷那個上面拔下來的葉子，自己栽種的。這個時候，老闆招待了一杯脆美美式，完全沒想到這一杯才是今日的亮點。美式咖啡，脆美汁咖啡，對，美式。哦，謝謝，是你們的招牌嗎？那個就是季節性的，哦，現在還沒有在菜單，就去年有出。哦，謝謝，謝謝。可以現在吃。好，這個還沒有出現在菜單上啊，因為是季節性的。脆梅應該就是這個季節的梅子吧？哇，這個喝起來好清爽。這一杯脆梅美式超級清爽，脆梅的味道在回味的時候，像梅子綠茶的清香回甘，讓咖啡的餘韻也變得非常的乾淨利落。上面綿密的泡沫還專門配了一個小的條根，讓你挖着吃。脆梅本身是小小一顆的，咬開後那種清脆的聲響和酸鹹的汁液，好像讓這個季節的熱氣都退到了百里之外。好好吃啊！謝謝你的招待，拜拜。嗯，好，好，拜拜。順着台一線繼續走，轉進一條鄉道，穿過新市大社的鄉間巷弄，文化不再是標本，而是飄散在香火裡的日常。我現在來到了新市的大社裡。新市這個地方，在漢人大量來到這裡之前，是西拉雅族生活的區域。早期的漢人喜歡把原住民居住的區域叫做社，比較大的聚落叫做大社。在地圖上翻看的時候，你會發現新市有一個大社裡，大社裡有一個北極殿，北極殿有一個地方生活文化館。就是我身後這座廟，這座廟就是地方生活文化館。這座廟是北極殿嘛，北極殿主祀的是玄天上帝。那它是建於1718年。這個廟宇有幾個比較有看點的地方，一個是進來的廣場門前有幾個七星石的一個布陣。七星石它在早期的時候是真的有亮燈，我在網絡上搜到的哈，是真的有亮燈來指引信眾前來這個廟宇來拜拜的一個作用。那七星石它在風水學上，它也有一個鎮守這個地方、保護這個地方安定的一個作用。圍着七星石這樣繞一圈，摸一摸它的
基座也有保佑自身平安的一個意義在。還有一個看點是它的上帝石印，據說它的上帝石印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上帝石印。還有一個是龍鱗盒，龍鱗盒並不是真正的龍鱗哦，它是一塊堅硬的巨石，但是它上面的紋路比較像龍的那種鱗，所以叫做龍鱗。龍鱗它是看不見的，因為它是埋在地底下的。龍鱗也是大社這個地方的一個龍穴。古文物館好像關門了，進入廟宇真的要小心了。你看地上，古文物館就在這裡，可是裡面沒有亮燈。这個廟宇好大喲，它就像一個園區一樣，裡面綠植也很多。你們聽得到鳥叫的聲音嗎？很多的鳥。然後現在我還要走去它的後殿去看一看。以前農業社會的時候，牛的地位很高嘛，所以在這裡許願池的一個地方有一個牛，旁邊是龍嗎？應該是龍吧。上面是給你們看，招財進寶，看到這裡的都財源廣進。哇，這個顏色看起來好清透哦，好有夏天的感覺。我们在一個三角路口、三角窗的位置看到有這家鹹酥雞，他當時下午沒有開嘛，他那個門上面就寫了鹹酥雞界的 LV， 在網上去搜了一下，他們家評價還不錯，所以我們就等到他開門的時候，我們就去買了，有魷魚絲、百葉豆腐，還有米血，還有一些素菜，這樣一包是185。這一次鹹酥雞我知道了哈，一個就是一份，我沒有多拿了。它上面是滿滿的洋蔥和蒜片，他們家反正就中規中矩，沒有到很特別、很好吃，但也不差。這家鹹酥雞算是清爽版的鹹酥雞，不會很油，味道也不會很重。除了這家鹹酥雞，新市還有一家很有特色的乾鍋鹹酥雞。這一家叫焦點乾鍋鹹酥雞，我從天亮點到了天黑，等了足足50分鐘才拿到我的餐，這樣滿滿一袋。然後我給大家說一下我點了些什麼：一個皮蛋、無骨雞、魷魚餃、雞胗、馬鈴薯、百葉豆腐、四季豆，這樣子一起是310塊錢。然後他們家很特別的是，一般的鹹酥雞是先去炸，然後把油瀝乾，然後撒一點調料就給你嘛。但他們家是先炸，再把油瀝乾，瀝乾過後，然後會加一點調料、香料，像什麼辣椒啊、花椒啊，然後九層塔呀、洋蔥啊、蒜片這樣子去炒，聞着的香氣就是那種乾鍋的香氣，非常的香，還蠻特別的。然後剛剛我有吃一口，我覺得這個味道是我之前沒有吃過的鹹酥雞，它有鹹酥雞的靈魂，就炸的嘛，可是多了一點那種調料的豐富感。我自己是很偏愛這樣乾香的味道，而且食材的擺放看起來也是乾淨整齊的。平時口味吃得清淡的話，可能會覺得有一點鹹，但是配上飲料又還好了。那就推薦給想吃點不一樣鹹酥雞的你咯。新市這一部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喲。新市我漏掉了姑婆麵、金華點心攤，還新市豬腳。那漏掉的這幾家可以作為我下一次來新市的理由。新市這一期影片更新慢了一點，因為我一直在等一家牛肉，那一家牛肉它只開週5、週6，然後我等到放年假，它還是休息，就這個星期一直在休息，就沒有等到，所以影片就更新慢了一點。那家牛肉也可以作為我下一次來新市的理由。那這期影片到這裡就結束了，下期影片再見，拜拜。